Hello，各位上进的同学，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交易策略，我们在上个视频中带着大家逐行代码的编写了部分的逻辑，涵盖了我们的这个版权声明，还有引入库对象，还有声明这个库对象，包括这里的声明参数，这个 EA 的话参数稍微多了一些，还有就是声明我们的全局变量，创建指标句柄，指标的数组。还有句柄的实例化操作，最后再把我们的指标添加到我们的图表上。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第二章的内容，我们来实现 OnTake 方法里面的具体代码。如果你也想写一个这样的属于自己的 EA 的话，请关注我，这样就不会错过后面更多有用的内容了。好，我们这个策略的逻辑是需要在每根 K 线的开盘价去做这个具体的开仓的条件判断的，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写一个自定义的参数，用来判断当前这个 take 当前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属于一根 K 线的开盘价的时间点。好，我们就写一个这个 is new bar 这个方法，传入一些参数。首先就是我们的 symbol， 也就是你具体要在哪一个品种上去做相应的判断，然后是我们的 enum time frames， 还要确定一下你需要在什么样的时间级别去做判断。最后我们把这个 bars total 给它传一下 ，bars 就等于 ibars， 我们获取一下当前品种的这个 bars 是多少，下标是多少，然后我们判断一下这个 bars total 是不是等于我们当前的这个 bars， 如果等于的话，那么就代表着当前这根 take 还处于没有收盘的一个状态。如果它走到下面的话，就代表着当前这根 K 线是已经收盘了，来到了下一根 K 线的开盘价。那我们就给它返回 true。好，写完之后，我们再来到我们的 OnTake 方法里面，对这个 is new bar 进行一个调用。is new bar， 然后传入当前的这个 symbol， 然后传入当前的这个做单的时间周期，也就是 trade TF。它这个怎么没有出来呢？有时候这个 VS Code 它的这个代码补全会出 bug， 它就不出来，我们自己确定一下就可以。然后把这个 bars total 给它传进去，这里的 bars total 是我们上节课在这里声明的这个全局变量，然后给它返回出去，写一个注释，检查是否是新 K。因为我们只会在开盘价去做具体的开仓判断。下面我们还需要获取当前货币对的小数点位数和点值，就是我们的 digit， 然后使用 symbol info integer 来进行获取。第一个参数我们传入还是当前的 symbol， 然后传入我们的symbol digits， 再获取一下我们的 point。这个 point 也是我们上节课内容在这些方法外面声明的这个全局变量。这个就使用的 symbol info 了，不能使用 integer。symbol， 然后 symbol 下的 point。OK。那么要进行具体的开平仓判断，首先我们需要干什么？就需要获取到当前这根 K 所在的这些指标的值，对吧？那我们就先写一下获取均线、拉盖尔和 ATR 指标的数据到相应的缓冲区。这是我们需要实现的。获取指标数据就使用了这个 copy buffer 这个方法。
第一个参数我们传入指标的居柄，然后是我们的下标，从哪一根获取？从当前这根获取多少？获取3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要放在哪一个数组给它写一下。下面就是我们的拉盖尔 RSI， 还有我们的 ATR， 然后这3个值就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再把这个 buffer 改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我们具体的指标的值。那么有了指标的值之后，我们还需要去统计一下，这些当前已经开仓的买入订单和卖入的订单，因为我们后面会进行一个判断，我们不希望存在多笔的这个买单和多笔的卖单，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一单一结的交易策略，没有过多的这种加仓操作。还是先写一个注释啊，统计开仓的买入和卖出订单数量。那么这里我们还是要写一个自定义的函数去实现这个功能。函数的返回值就是布尔类型，然后我们给函数取一个名字 count open positions， 传入3个参数，第一个是我们的 magic number， 因为需要做区分嘛，因为你可能是运行了多个EA 在你的同一个账户，就需要使用这个 magic number 去进行一个区分。还有一个 count by 用来存储我们的空单的订单数量啊 ，count sell 存储我们空单的订单数量。我们在最开始先给它做一个归零处理，然后获取一下所有的持仓总数，然后写一个 for 循环 int i 等于，我们倒着获取啊 ，total 减1，然后 i 大于等于0，这就是 i 减减。好，首先获取一下我们的订单的 ticket， 它是一个流浪类型，然后我们的 ticket 就等于 position get ticket，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下标传进去，就获取到当前的持仓的 ticket，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判断啊，如果这个 ticket 小于等于0的话，那么就证明我们肯定是获取失败了。失败的话就不需要它继续执行下面的代码了，那我们就直接给它 return 出去。那么有了这个 ticket 之后，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操作呢？就是这个 position select， 我们需要选中它才可以啊，只有选中它才可以获取到其他的一些订单信息。所以我们这个需要判断一下，如果获取失败的话，我们还是类似于这样的啊，我们直接给它。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给它打印一些信息啊，一些提示性的信息，比如说像这样的，选择持仓失败，类似于这样的提示信息，你也可以写一下。选择持仓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获取一下这个 magic， 也就是我们当前持仓的 magic number 是多少。使用这个 position get integer 来进行获取，然后传入 position magic， 把它赋值到 magic 这个变量上，也是判断一下，如果这个操作获取失败的话，我们给它直接 return 出去，不要执行下面的逻辑。获取到之后，我们针对于当前持仓的这个 magic 和我们想要统计的这个 magic 进行一个判断，如果相等的话，我们才会执行具体的统计持仓的操作。
然后我们再获取一下订单的类型，因为我们是要分别统计嘛，还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方法，把这个 position type 传入进去，把它复制到这个 type 的变量里面，还是判断一下，如果当前操作失败的话，我们直接 return， 最后就可以针对于我们的订单类型进行一个判断，如果它属于这个 position的 type by 的话，那我们就是给它 count by 进行一个加价。不知道大家在看我写代码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点啊，就是其实我有时候写的这个单词啊，我并不连续，就是有时候是错的，但是这个 VS Code 它还是能帮我选择出来这些我想要的。你像类似于这样的比较人性化的功能，在我们这个自带的这个 MetaEdit 的编辑器上它就不支持了，它必须是你写的要非常的标准，它才能够获取。但是我其实个人我写这个 position 的时候，经常性的写错，但是 VS Code 也能猜出来我想要的是什么。好，获取完成之后，我们最后还需要进行一个结果一个返回，不然的话会报错。我们 return true， 编译一下看。我们这里好像是出错了啊。我们看一下90行，90行是怎么了啊？他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进行一个类型转换，我们再编一下。刚才是一个警告，它不是说出错，不是 error， 是一个 warning。好，这就没问题了。没问题之后，我们把这个拿上来进行一个调用。调用之前还是要准备2个变量，分别是我们的 count by， 还有我们的 count cell。如果是同一个类型的话，是可以这样写的，你是不需要这样再分开写的，可以这样写的。然后我们再把它调用一下。首先第一个参数传入我们的magic number， 它这又不提示了。看一下 magic number， 有好有坏吧？有的时候它毕竟这个 MQ15啊，它在这个 VS Code 里面它不是属于一个非常大众的一个语言，所以它那个插件对于这种的支持，有时候会不那么灵敏啊，这个忍一忍吧。然后是 count by、count cell， 你看这里我写成了一个中文的逗号，它就会帮助我标示出来。这个在自带的这个 MetaEditor 里面，它也是没有这种功能。好，我们最好对它进行一个判断。如果说是获取失败的话，我们直接还是 return 出去，不要执行下面的逻辑。好，下面就是我们具体的这个开仓条件的判断，然后判断之后就是具体的开仓。那我这里先把那个具体的逻辑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我估计有些同学记忆应该有些模糊了啊，应该有点忘了。忘了的话，大家看这里，然后再熟悉一下啊。好，我们这里开始写，先写这个多单。buy single。buy single 的话，第一个条件肯定是我们的 count by 要等于0，也就是当前不能有持仓，并且我们的我这里先写一个收盘价 double。包括开盘价也是需要的。open price 是 I open 进行获取。第一个传入我们的 symbol， 然后是我们的 time frame trade time frame， 然后是获取前一根。因为你是获取0的话，当前这根 K 的收盘价就还没有走完，它还不能确定，所以我们严谨一点，我们就获取前一根。因为前一根的 K 线是绝对的已经走完的，也就是它的开高低收都是绝对的确认过的。好，这是开盘价，那么我们的收盘价也是需要的。
loads， 余的参数传的参都是一样的，判断一下 count by 等于0，然后我们的收盘价要在我们的50均线以上啊，均线以上，并且针对于多单的话，那么就是拉盖尔的这个指标要由下往上穿越我们的超卖区，RSI buffer， 也就是前2根要在我们的拉盖尔指标的这个下方，然后前1根的话是要在我们拉盖尔指标的上方。我把旁边这个隐藏一下，想看得更清楚一些。这里我也缩小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的开仓的信号就已经写完了。这里单词写错了，应该是 buy signal。多单的信号就写完了，下面就是开仓。如果多单信号满足的话，我们就需要获取到当前价。针对于买单的话，我们做单价就是 ask 价，卖单的话就是 bid 价，所以我们使用 symbol info double 来获取我们的 ask 价。使用 ask 价当做我们的这个 entry price， 也就是我们的进场价。然后我们的止损的话，就是使用的 ATR 的系数啊，就使用当前价减去 ATR buffer 乘以我们的 SL factory， 我们的止损系数。我们的止盈的话，止盈价格的话，就是还是要判断一下我们这里的这个在哪里TP factor， 判断一下它是否等于0。如果等于0的话，就是没有止盈价；如果不等于0，那么就是盈亏比的概念，也就是几倍的止损。看一下，我们写一个3元表达式：如果 TP factor 等于0，那么止盈价就是0；否则的话，止盈价就是使用现价加上现价与止损价之间的一个价差，然后乘以我们的 TP factor， 就得到我们的止盈价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格式化一下normalize double digits TP 也是一样的操作。下面就是计算一下我们的手数啊，计算仓位。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单独写一个函数来进行判断的啊。double cn 算这个 lots，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 symbol，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的 entry price，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SL price 止损价，第四个是我们的SL type。 计算仓位的话，止盈价这里我们暂时不需要啊。然后因为我们这里是以损定仓嘛，我们还是先要计算一下你这一笔亏损你是打算亏多少钱，然后判断一下 SL type。 如果等于1的话，我们这里其实也只有这一种啊。等于1的话，止损金额就是直接我们这里传入多少就是多少。然后我把这个 else 也留在这里，你们可以自己进行其他的扩展，自己补充一下。然后先要计算止损距离，那么这还是需要获取一下我们这个 digit， 也复制一下。然后是计算一下我们的止损距离，
止损距离的话，不管是多单还是空单，其实止损距离都是进场价和止损价之间的一个绝对值，所以我们使用这个 ABS 函数进行一个计算 ，entry price 与 SL price。大家注意啊，因为我这里有时候写的单词，大家大体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不要纠结我有时候写的这个有些错误，就是单词上的错误啊，代码逻辑是绝对不会有错误。获取到这个绝对值之后，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格式化的处理，最后再除以我们的 point， 就得到我们的SL distance， 我们止损距离。但这个也是要做一下判断啊，判断一下它是否等于0，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指标值获取的方式啊会出问题的话，是会导致止损距离为0的。这个时候你要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捕捉，不然的话拿到后面去计算的话就会直接报错啊，报这个除数为0。我们再获取一下这个获取点值，点值的话就是 ticket value， 它使用这个 symbol info double 来进行获取，还是传入我们的参数 symbol。注意啊，这里是使用的这个参数的 symbol， 然后是 symbol trade什么 trade ticket value。这就是我们的点值，然后也是要判断一下啊，如果我们这里的点值等于0的话，直接 return 0出去。好，下面就是我们真正计算手数的部分了。计算手数就是这么一个公式啊，用风控除以我们的止损，再除以我们的点值，那就是 double lot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肯定还是要使用这个 normalize double 进行一个格式化 ，SL money 除以我们的止损距离，再除以我们的具体的点值 ticket value， 然后给它取2位小数。因为我这个券商这个平台的话，它是手数的话，最低只允许你下到 0.01， 也就是你最少的就是最多的话就只有2位小数，所以我这里就直接写死。那么还需要给它做一个格式化，其实这已经计算出来了，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严谨一点啊，我们再给它做一个格式化的操作 ，symbol info double， 然后是我们的 symbol 的 volume 的 step， 最后 lot 就等于 mass round。mass round 什么呢？就是使用这个 lot 除以 lot step， 然后再乘以这个 lot step， 给它做了一个格式化的操作。最后的话，我们就给它返回出去就可以了。但是这里的话，大家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判断，比如说判断是否超过当前平台的最大限值，最大限值，还可以判断一下是否低于了最小的限值。我这里就不写了啊，你们自己扩展一下。计算出来之后，我们这里就可以拿来调用，计算我们这笔多单的手数了。还是传入当前这个 symbol， 还有我们的进场价止损价，还有止损类型，止损依据，最后声明一个变量进行接收。
好，进场价、止损价、手数都有了，我们就可以进行开仓了。开仓的话，我们使用的是这个trade 类，我们把这个 trade 类先给它绑定一个这个magic number。magic。有时候确实不给提示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布置一下，确保没有出错啊。但是通常来说，我在开仓的时候还是会给它再绑定一次，个人保险吧。然后trade点 position open 开一笔多单，开在当前这个 symbol 上，然后是order type buy 多单，然后是我们的 volume lots，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进场价格，然后是止损价格、止盈价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备注。备注的话，我通常这里写的，我会写上这个策略的一个简写，比如说拉盖尔，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 magic number 也给它写上。但是这里要记住，需要做一个类型转换，因为这个 magic number 是一个浪类型或者 int 类型，你把它与这个string类型进行相加的话，你最好做一个强制转换，不然的话它会报错的。好，我们这里先编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好，没有警告，也没有异常。这是我们多单的逻辑。空单的话，其实就多单写完之后就很方便了，你直接把它粘过来，倒置一下。反过来就可以了。这里的 count sell 空单判断一下是否为0，然后使用还是 close 价要小于我们当前的这个均线，然后它就是由上下穿越我们的超买区了。那么就是拉盖指标前2根要在这个 up 之上。up 之上，然后前1根的话要在 up 之下，这样的话就是完成了一个由上至下的一个穿越。然后这里判断一下是否满足空单的条件，然后空单的话就使用的我们的bid价作为我们的 entry price。空单的止损就是不是减了，是加上，然后止盈的话就是减去这个止损与进场价的一个价差，然后其余的就很类似了，这个类型改一下，其余的就不需用改了。好，我们编译一下，好，完美。那么它这个开仓的条件还有一个过滤的条件，就是说什么呢？要跳过高成交量的 K 线，这个我们还需要写一下，把这个过滤条件也写一下。跳过高成交量的 K 线。不过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开关啊，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如果用户是想跳过的话，他就可以把这个这里的函数设定为这里的参数设定为 true 的话，就代表用户确实是想过滤的。这样他想的话，我们才会执行这里面的条件判断。具体是怎么判断的？就是使用这个开盘价和收盘价的这个价格一个区间，这个区间是否大于我们当前这个 ATR 的一定系数？如果是大于的话，那么就代表它是一种高成交量的 K 线。当然，对于这种高成交量 K 线的定义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这里只是列举其中的一种Math ABS， 首先获取一下进场价和我们止损价的一个价格区间，判断一下这个价格区间是否是大于我们当前 ATR 的一定系数的。这个系数的话，我们这里是使用这个对外的一个参数，让用户去定义不过我觉得这里就使用2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大于的话，那就证明当前这根 K 线是高成交量的 K 线，那么我们就是
不能开单的，我们直接给它 return 出去。不过我们这里还可以进行一个相当于是在图表上再画一个 flag 啊，画一个标识，告诉这个用户是因为它是高成交量的 K 线，所以我们才没有做单的。我们这里可以在图表绘制高成交量 K 的标识。我们完成一个这样的函数。这个的话就也是写一个自定义的函数 void， 然后就是画一个不可以交易的信号吧。这个的话就是使用我们 Object Create 方法来进行创建。Object Create 它是需要我们是想创建一个对勾在当前的 K 线的，所以它需要我们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你这个图形的要绘制在什么位置。好，我们准备一下这些参数啊。首先是一个时间 date time， 就是当前时间了啊，前一根时间。是我们的 symbol 的话，然后是我们的 time frame 前一根，然后再把这个再给它取一个名字啊，这个 name 名字就叫做 no trader， 然后给它加一个时间 integer to string。就使用这个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再定义一下这个图形它需要放置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这里使用这个放在 K 线的最高价，最高价的上方一点嘛，也就是再给它加一个偏差。就在最高价上面一点，然后创建 Object Create， 创建在当前图表，然后名称的话就是 Object Name， 类型的话就是 OBJ， 然后创建我们的 Check 这个类型，然后是 Window 的话就是0，时间就是我们这里的 Pre time， 价格就是我们这里的偏差价格。OK， 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编译一下。OK， 完美。好，我们就可以来到这里进行一个调用，放在编译一下。好，完美，没有异常，也没有警告。我们在 MT5 上看一下，要放在 MT5 上运行的话，大家最好使用这个 compare 这个 use script 啊，使用这个来进行编译。你使用这两个的话，它有时候，你使用这一个它只是检查语法，使用这个的话，它可能 EX5 的文件它不会那么更新的及时啊，所以你最好使用这个。然后我们放在图表上运行一下。OK， 我们看一下，这里它是已经开了一单了啊，被止损。然后这个地方不可以交易的也打上了 No Trader 的这个标识。我们跑一下，可以正常的开平仓，也不会有多开仓的情况。看一下订单，很正常，都很正常。暂停，没必要把它跑完了。好，这就是本节的内容。然后我们在下一章的话，我们就会去对于当前这些持仓过程去做一些处理。好，时间已经50多分钟了啊，有点长了，我也有一些饿了。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